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、微博，敬请关注。说到古代打仗，相信大家都会想到电影中的场景，双方主帅一声令下，两部士兵便开始潮水般冲击硬刚。但是古代战争真的是这么打的吗？本期迷彩虎就带您回到我国春秋战国时的古战场，看看当时的人们是怎么打仗的。春秋前期，大家都是文明人，要讲究个出师有名。鉴于素材原因，虎哥借用一下外国题材，描述一下大致过程。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双方大军约好一块空地排军布阵。两军大 boss 首先要进行一次阵前辩论会，说说对方的不是。一方曰：因为庶子敢在征王面前放屁，还掩面偷笑，实乃大不敬，故而罚之。另一方云：兄弟我也是憋不住，吃喝拉撒人之常情，既然要打，多说无益。布告之后，主将会各自派出勇士校阵，号为制师。这其实就是一种阵前单挑。不过这种单挑可不是电视剧中的一人一马耍花枪，而是用战车来进行的。出战的人也都是贵族中家世显赫的猛士。春秋时，战车一车载3人，一人一马，一人射箭，一人持戈。战车单挑很有观赏性，类似于体育竞技，但单挑胜负会严重影响战役走向。当时诸侯国兵员主体是贵族，打仗很讲风度。这个风度包括不准备好不开战，不杀伤者，不俘老兵，追敌只追50步等。在当时偷袭什么的是要被人耻笑的，尤其在殷商后裔的宋国特别明显。洪水之战时，宋襄公率领的宋军已经布好阵列，而楚军则还在渡河。有部将建议半渡而击之，定可大胜。宋襄公坚决不同意。之后摆好阵列的楚军开始进攻，宋军难以抵御，最终败退。之后这个典故常被大家拿来笑话宋襄公的愚蠢，但实际上在当时，宋襄公的行为是被人理解和尊重的。在宋襄公眼中，打败仗是小事儿，在南蛮楚国面前丢了道义才是大事儿。而在当时的战争中，由于规模比较小，因此一般1天就能决定胜负，即使大败的一方也不会损失太大。不过败的一方得表示服气，而打胜的一方要的也就是个服气，一般也不会将败者屠城灭国。春秋时代的战争还有好多今天看起来比较奇葩的规则。不过这样的仗打了100-200年，有的人就不开心了，这么玩那小国铁定要吃亏啊。这时候兵家出现了，比如说咱们所熟知的孙武。孙武公之于当时的吴国军队，要论实力，吴国全军不过3万，而其对手楚国则有20万，正面打是打不过的。于是孙武便用计谋，不断消耗楚军实力，最终竟然带着3万吴军攻破了楚国的郢都，在春秋末期过了一把当霸主的瘾。既然这么玩可以，那么就搞起来吧。由于在战国时期，平民大量加入军队，各国之间的军队得到了极大的扩充，当时便出现了带甲100万、车千乘、骑万匹的庞大军队。战国时期，各国在战争动机上也不怎么强调师出有名，具体作战也是多用计谋，单纯正面对打很少出现，而战争目的则是灭国占地。战国时期的第一个强国魏国，通过魏武卒改革，迅速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。当年燕晋之战，魏武卒5万大破秦军举国之兵，而名将吴起率领魏军大战72，全胜64，几乎灭掉秦国。而魏国建立起的这支强大武装，怎么衰败的呢？并非战败于战阵之中，而是败于计谋之手。到了庞涓统帅魏武卒时代，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名将也横空出世，那就是孙膑。孙庞之战，孙膑首先以围魏救赵之策，将魏军击败于桂林，继而又以减兵减灶之计，将魏军主力诱至马陵予以全歼。经此2战，魏国势力大损，而仅剩的几万精锐
又在与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新军交战中全军覆没，魏国霸主从此不在。而商鞅是怎么击败魏军的呢？魏成与魏军主将公子昂喝酒叙旧，酒没喝完就把人给绑了，接着攻击没有主将的魏军，大败之，实在是难称多么光彩。这时候的战争就有点魏达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味道了。秦军在之后的战争中也深谙此道，无论是在决定战国走向的长平之战，还是在灭楚的终极之战中，都不以正面对决为最终解决方式，而是使用各种计谋，或迫使对方大军临阵换将，或调动对方分兵移动，或是隔断其粮道，断绝其后援，而后再全军出动，大杀四方。所以在战国时期，一些脍炙人口的名将便开始层出不穷，这一时期基本上也奠定了作战的基本样式。之后的中国将延续多年的战争，兵者诡道也成为兵家共识。诸如春秋中前期的贵族式战争再也没有出现，而之后的战争中，魏达胜利不择手段者比比皆是，在加大了战争的血腥和残酷性的同时，也锻造出了一部异彩纷呈的中国战争史。手榴弹投出去后一定要马上卧倒，如果不卧倒，你们知道会怎样？班长会骂。请打开微信，扫描二维码，抢先观看下期精彩视频。你也可以微信搜索迷彩虎，添加关注，与虎妞谈天说地。欢迎大家提问、吐槽、对撕，不论是鲜花还是板砖，虎哥和虎妞等你出招。您的支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咱们下期再会。